撞死了一只羊讲的是发生在康巴藏区的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。司机金巴他在路上莫名其妙就撞死了一只羊，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他就遇见了这个杀手，也叫金巴，暗示他们可能有相似的命运。杀手告诉他，他要去那个地方要杀一个人，这个人多年前杀了他的父亲，然后他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人的行踪，然后他要去完成这个复仇。复仇的这种传统在其他藏区其实也有，但是在康巴藏区就比较明显吧。有人可能杀了你的父亲，那你就要完成这种复仇。被杀的这个人的后代长大之后又会来复仇，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这样一个故事。杀手就是见到玛扎之后，他看到岁月其实已经替他做了复仇，然后他也看到了他的后代很小的小孩，促使他放下了那种复仇，大哭一场就离开了。但是那种传统的力量其实一直在影响着他，就是那种复仇的传统其实非常强大，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解脱。所以司机金巴在梦里面变成了杀手金巴，他就穿上了杀手金巴的衣服，杀了这个玛扎，就帮他们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放下和真正意义上的解脱。梦中杀人的方式来暗示这种传统的结束，终结了那样一个血腥的暴力的时代。因为你那样的传统终止了，结束了，他的后代每一个个体才有可能觉醒，作为一个族群才有可能有希望走向新的一个时代。希望用三种不同的色彩来区分这样三个时空，有现实时空用了这个彩色，回忆时空用了黑白，梦境用了一个更加艳丽的超现实的那种彩色。因为这个项目跟泽东合作，就跟王导讨论了很久，因为文化的差异可能会有一些看不懂，建议我们找这样一个谚语来做一个引导。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，你也许会忘记它；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，那也能成为你的梦。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，把观众就带进了那样一个情绪之中。从小时候开始就对藏区的游牧文化有一些接触，当了4年小学老师之后，觉得需要走出去。我是2002年开始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。金井的马尼是在2005年参加这个金鸡奖，拿了最佳导演处女作，很多藏族人都非常高兴啊，甚至有人说这个高兴的把这个电视机都砸了。之前基本上都是一种他者的目光在讲述藏人的故事，那一年正好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，才出现了这样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藏人的电影。做藏族题材的电影也不是只是为了藏族人看的，就比如说《寻找之美跟灯》，金井的马尼什，它里面涉及到了藏戏。很多人也因为这2部电影专门跑到拉萨或者其他的藏区去看原汁原味的藏戏。所以像塔洛的很多人也会说，其实他们在看塔洛的过程中也想到了自己。도통치료다 조회족지나 조종친구가 손아라 대화가 조세이나 휘내리야 조건근이나 휘내리야 때문에 조도스리시지 이게 다른 게 저기 희소나티 쳐봐。只有关注人、关注藏地的人，才能把藏区真正的现实体现出来。我希望它超越地域或者文化或者民族的这样一个区分，用自己的目光呈现更加真实的藏地藏人。